这一网捕到的鱼实在是太多了，已经超出了拖网的极限，将拖网上的绳索直接拉断。因为这一网足足捕了有30多吨的鳕鱼，当鳕鱼被捕捞上来时，直接把船舱内的加工厂给挤爆了。这样的海洋资源，你羡慕了吗？这期我们见识一下法国的捕鱼船是如何在2个月内捕到上千吨鳕鱼的。在法国的圣马洛的码头上，船员在陆续登上渔船。由于这次出发可能要几个月才能回来，妻子们都对丈夫这次出海万分不舍。但是为了生活，男人们必须出去海里冒险。这艘渔船名为约瑟夫·罗蒂号，长100米，宽15米，在90年代算是全欧洲最大的渔船之一。这次出发一共有55名船员，分别有医生、厨师、机械师等职位的船员。这次渔船将越过北极圈，前往挪威北部的白海捕捞鳕鱼。这位是船长约瑟夫，他有着25年的捕鱼经验。渔船航行了数天后，终于来到了捕捞鳕鱼的海域。事不宜迟，船长下令将拖网放进海里，因为在这片海域不是只有约瑟夫再次捕鱼，而是还有数十艘其他国家的渔船都在抢着蛋糕，他们必须要先下手为强。经过3个小时的航行后，拖网可以起网了。船员们穿好工作服，准备着起网的工作。首先露出水面的是2块分流板，把铁板放好后开始收渔网。从画面上看，应该捕到的鳕鱼不多，因为今天的天气很好。正所谓风浪越大，鱼也越大。通过绞盘的拉力，巨大的拖网也被拉了上船。这一网对于我们来说也算很多了，最少有个5吨左右。但是对于见惯大场面的船员来说，这就是很一般，少得可怜。起重机将拖网吊起来，把剩余的鳕鱼倒入船舱内，船员立刻将网底给绑好，将拖网重新放入海里。不得不说，这船员做起事来确实比一般的外国人要快。他们分工合作，不一会，巨大的拖网再次被放进海里。在等待收网时，船员也不能闲着，他们还要到船舱内的鳕鱼加工厂干活。这些新鲜捕捞上来的鳕鱼要立刻处理，才能更好地保持鱼的鲜美。船舱内的加工厂也很智能化，当鳕鱼进入流水线后，机器就会将鱼给分割。虽然是挺智能化的，但是鱼实在是太多，工人一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，可以说是2班倒。那也没办法，因为竞争对手太多了。如果你休息一天，别人就会把你的资源给抢去了。对于这些娇生惯养的欧洲人来说，一天工作12个小时确实太长了。鳕鱼从流水线溜了一圈后，就变成了雪白的鱼肉。工人直接用真空机将鱼给打包装进盒子里，船舱里的鳕鱼加工厂一气呵成，通过称重打包好后就可以放进去冷藏库里存放。第一网捕上来的鱼还没处理完，第2网又准备收上来。第2网捕到的鳕鱼也不算很多，但是要将几吨的鱼加工成鱼肉，确实要花费不少的时间。船员将鳕鱼倒入船舱内，可以看出现在的船舱都快要被塞满了。船员们一天到晚都是重复着同样的工作，放网到海里，然后下去船舱处理鱼，再上来甲板收网。所以说，不要以为出海捕鱼是一份很轻松的工作。这位是他们的厨师，今天早上吃面包。由于船员工作实在是太累，每次煮好食物后都要厨师一个个叫醒他们起来吃东西。船员也表示这样的工作量实在太大了，但是也没办法，都是为了生活，辛苦也是几个月的时间。时间很快也来到了第2个星期，船长下令收网，但是这次拖网拖到了礁石，直接把网给拖坏了，网内的鱼也全部逃跑了。船员立即将拖网给修补好，他们的工作效率也算快的了，毕竟船员也想早点完成1000吨鳕鱼的目标，早点与家人团聚。到了中午12点，一些船员开始吃午饭，这也是他们最放松的时刻，在享受食物的同时，可以看看电视，开心一下。然而加工厂里面的工人却不能停歇，因为机器不能停，只能轮流去吃饭。加工厂把鱼处理下来的内脏流入海中，吸引了不少的海鸥过来争夺食物。时间很快也来到了2个月后，今天渔船如同往常一样作业，但是这一网比往常不一样，因为这一网已经达到渔网的极限，网都被拖坏了，这可真的是真正的爆网。船员只能用第2条巨绳绑在渔网上，重新将鱼拖上船。这一网足足有30多吨，船员的工资是按照提绳来计算的。这一网鳕鱼直接把加工厂给塞爆了。通过船长的计算，他们发现1000吨的鳕鱼配额居然提前完成了，但这时他们刚下了网，而且已经开始收网。船长发现这一网还真不少，经过商议，他们还是决定将网里的鱼放回大海，大家可以提前1个月回家。船员听到这一消息后高兴不已，在回程的途中，他们将渔船洗干净，这也是他们最轻松的时刻。如果告诉你做2个月就有3万美刀，你会去做这份工作吗？好了，这期就分享到这，
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